我靠，这给我干哪儿来了？时辰到，废太子陆渊窥窃皇家绝密，当庭犯上，斩！万物机械重构系统绑定成功，时空锚点校准完成，原主记忆同步中。魂穿废太子，撞破皇帝青铜机甲机密，死谏获罪。合着我刚穿越就要掉脑袋？检测到宿主有生命危险，唯一重装越野车自动解锁，已成功发放。滚！快跑啊！再不跑都得死！分兵拦住逃窜人犯，困住废太子。你是什么人？明云乃是，这究竟是何物？从未在天眼典籍皇家作坊见过这般铁铸巨物。现在没时间给你发呆，等他们合围成功再想跑可就没机会了。你要再不说你的身份，我便独自离开。民女乃是工部司天监前首席木星童，专管天眼的地脉矿脉测绘，主持皇家青铜机关的制作，并且民女清楚有关机关运转的矿料动力来源。虽然完全看不懂殿下这尊铁物的来历与形制，但我精通矿料动力，能为您寻得可供这大家伙运转的碳柴矿料，规避大漠所有凶险之地。只求殿下带我一同脱身。活地图还精通矿料动力，有点价值。跟上，脚步太慢，我可不会等你。弓箭手就位，全力放箭，绝不能让废太子离开此地。拿冷兵器砍防弹装甲，脑子属实不太好使。既然你们非要送我上路，那我就先送你们下去探路。警告：您体内含水量极低，需及时补水。目前车内无饮用水储备，检测到驾驶舱内存在劣质青铜，建议启动物质重构。殿下，这铁车里怎么会有说话的声音？一点特殊的发声机关罢了。反正你只要知道，他是个听我指令的聪明铁疙瘩，绝对忠诚，不会伤害我就行了。不过连滴现成的水都没有，还得让我现打破铜烂铁塞进去重固。这东西到底智能在哪儿？殿下不可！机关腹腔一旦卷入这种未打磨的生料，会卡死主齿轮的。劣质青铜已回收，兑换基础物资纯净水。喝吧，别拿你们天眼那种落后的技术来衡量我的车，这叫物质重构。简单来说，它能把废铜烂铁嚼碎了，变成我们需要的东西。跟着我，只要这引擎还在转，就绝不会让你渴死饿死。死物化水，凭空造物，殿下这尊神机简直骇人听闻。对了，我刚想起来，那老东西倾尽国力造了个什么青铜神兽是吧？是，陛下为了造那尊吃人的青铜兽，不仅把天眼的矿脉全挖空了，还强抓了10万流民去地底当推脚轮的苦力。那正好，既然那老东西非要我的命，那我就一路开回帝都，我要把他的皇权连同那破机器一起碾成工业废渣。警告：能源仅剩3%，防弹装甲即将失去动能防御。根据您先前计划的自动推算出初级火力解锁条件，车载高压水炮需基础金属50斤，车顶防爆机枪需基础金属300斤。靠，能源就剩3%了！我现在连怎么给这大家伙找能源都还没搞明白。你这破系统居然还给我谈个升级方案！这鸟不拉屎的大漠里面，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弄300斤废铁？哎，前面这光点轨迹怎么回事？10几个人竟然把上百号人围着往一个地方赶。火地图，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殿下，前面那是死沙坳，3面都是流沙壁，有惊无悔。外围在赶的那10几个，肯定是大漠里的沙匪。等等，沙匪？那这10几个人手里肯定拿着马刀之类的铁家伙吧？他们向来穷凶极恶，手里拿的自然是生铁打造的利器。难道殿下你……这可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正好撵过去把他们的兵器全收了，看看够不够给我这台车解锁个新武器的。殿下不可！流民沉寂在边缘，若您强行冲阵，庞大的钢铁身躯必定会波及无辜，失了民心啊！民心？我一个刚被亲爹砍头的废太子，你跟我谈仁义和民心？不想被甩出去就闭嘴坐稳了。跑啊！你们这帮两脚羊倒是继续跑啊！把值钱的能吃的全交出来！谁敢藏私，大爷立刻把他踹进流沙填坑！大王饶命，我们是被流放的苦役，连口水都没喝过，哪来的钱财？没钱，这身肉也是粮食。不管里面是哪路神仙妖物，立刻给老子停下！别以为套这层铁壳子本大爷就怕了，我就不相信你能瞬间消灭这几百个流民！殿下，他拿流民当肉盾，赌您不敢强冲。木星童，记住了，对付这种毫无底线的垃圾，你谈仁义，他只觉得你软弱，唯有以绝对力量碾压，才能让他们认清大漠的规矩。警告：能源剩1%，防御系统即将停机。开启车载全域扩音矩阵，最大功率输出，给这帮土包子开开眼界。就是现在！
殿下，你如何做到竟能精准避开流民的？这亮板子能辨别手无寸铁之人。车载探测系统会自动区分金属密度，谁手里拿着铁器，谁手无寸铁，屏幕上的敌我标记一目了然。检测到车外散落大量生铁兵刃。升级机枪需要整整300斤铁器，要是全靠手捡回来塞进中控台那个小口子，我的手都得废了。系统，既然是重工业战车，总不能连个大面积底盘回收的功能都没有吧？指令确认，检测到宿主战术需求，底盘外部重工粉碎阵列已待命，是否激活？激活，给我敞开肚皮吃！底盘重工粉碎阵列已激活，自动回收中。回收基础金属50斤达标，初级5倍。车载高压水炮解锁成功。给我喷！给我喷！这竟能将柔软的水流化作如此恐怖的千钧重器！基础金属回收达标，车顶防爆重机枪解锁成功。殿下，上面有什么机关弹出来了？不是什么机关，是送他们上路的催命符。隔着这么远，竟连人带甲直接没了。殿下，这究竟是什么武器？这叫机枪，往后习惯就好。老天爷显灵了！系统将超额回收的基础金属全兑换为饮用水和压缩干粮。扣除升级所需外的金属，兑换完毕。纯净水2箱，高能压缩饼干1箱。我不是什么神仙，我叫陆渊，也就是天眼刚被废的太子。这些水和干粮省着吃，应该够你们走到下个城池了。殿下既然要回帝都算账，那有件事，我现在必须向您坦白。哦，说。您当初因为当堂死谏那10万流民的事，触怒了龙颜，但您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一个公布司天监的女官，还有沿途顺道押解过来的那几个矿山贪赃官员，会被大老远带到这大漠，偏偏跟您凑在一起同行押解吗？只因当初陛下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青铜巨兽的残缺图纸，那时候我们看完都被这技术给震惊到了。一旦这个完工，周边将不会再有国家能威胁到我们。可当我们在帝都修建的庞大外壳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图纸上那种复杂的动力核心根本不是我们能造出来的，并且因为图纸是残缺的，我们也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材料。但经过我的推算后发现，如果非要让那头巨兽动起来，就只剩下一个极其残酷的法子，那就是用10万活人日夜不停的去推拉主轴当核心动力。但我实在做不到让10万百姓用性命去组成巨兽的动力，从而彻底激怒了陛下。原来如此，难怪当初那死太监二话不说砍我头。当初我是以为那10万人顶多是被强征去做苦役的，熬过了工期，好歹还能留下一批活口。结果搞了半天，这老东西压根就没打算给他们留活头。他不仅是让百姓去当苦力，更是要让他们去做巨兽的动力来源。这完全是把10万个大活人当成了牲口，活活榨干用到死。是，而且经过我的推算，既然那核心必须用到黑金原矿就地浇筑，那放眼整个大漠，这10万人极有可能全被押去了赤岩矿山。好啊，既然他的镇国核心大概率就在这赤岩矿山，那我们就顺路过去看一眼。如果那10万人还在，我不介意顺手全给放了。我倒要看看，没了这群百姓去当做动力来源，他帝都那台引以为傲的破机器，是不是只能趴窝当一堆废铁？殿下，如果那赤岩矿山是打造巨兽核心的重地，那里绝对会有重兵把守啊！只要他们的壳子不够厚，都是我的活靶子。看一眼定位，方圆100里最近的能搞到海量金属的地方在哪儿？去赤岩矿山之前，我需要1万斤铁，给这台车解锁全新的武器。向西北狂飙200里，是边关黑市恶人谷。哦，一个黑市能有1万斤铁？那里表面上是黑市，实际上却是皇帝暗中授意设立的秘密兵工厂。我以前还在司天监的时候查阅过内部卷宗，帝都建造青铜兽的生铁金刚就是从那里秘密调用的。城主四处搜刮的军械，绝对足够你的神机敞开吃。只是恶人谷的城墙极其坚固，且城头架着数10座重型8牛弩，若是强攻，就算您这尊神机的躯壳再硬，也绝对撑不住数10根金刚重箭的一轮齐射。既然你都告诉我了，我干嘛还要去拿装甲硬接重弩？既然城墙难攻，咱们就换个思路。这帮土老帽不是没见过世面吗？那咱们今天就去装一把天兵天将，我要不费一枪一弹，让他们自己吓破胆，乖乖把整座兵工厂敞开当燃料，这才叫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坐稳了。坐标锁定边关兵工厂恶人谷，战术 B 路径重新计算中。殿下，这恶人谷的城门就在眼前了。这地方暗地里本就归朝廷管，我好歹也当过司天监的首席女官，熟悉里面的做派。不如咱们直接冒充帝都来的密使，去炸他们开门。不行，我们现在连个通关文牒都没有，怎么证明身份？恶人谷这帮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亡命徒，一旦他们要查阅文书或者见财起意想吞了这辆车，咱们没有后援，立刻就会陷入死地。跟他们讲天眼的规矩，破绽太多，
我们要装就装个他们查无可查的。这黑铁哥那是个扩音喇叭，能让你声音比天雷还响。等一会儿你来假扮神仙，我来假扮神仙。殿下，此般装神弄鬼，一旦露了破绽，城头那几架重型8牛弩同时放箭，那金刚重箭能把咱们连人带车直接钉穿在沙地上。只要动静够大，猝不及防，这帮家伙的脑子根本转不过弯来，按下侧边凸起的按键说话。你就算在里面打个喷嚏，他们都以为是天谴。真要是露了馅儿，大不了我顶着那几根破剑，直接一脚门撞了门杀进去硬抢。既然殿下都已经有计划了，那我自然奉陪到底。您教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就对了，说辞编得霸气些。坐稳了，好戏开场。城主有动静，南边沙丘上有个黑疙瘩冲过来了，无需马匹带动，通体漆黑，莫非是传闻中赤岩矿山跑出来的机关？但管他什么东西，敢闯我恶人谷就是找死！来人，8牛弩上弦，给我瞄准他，放箭！12组万流明极咒探照灯全域开启。眼睛要瞎了！天降异光，莫非是日月坠落了？这是什么古怪机关术？快放箭，都别停！木星通，说话。放肆！车载扩音阵列启动，立体混响拉满，声波覆盖半径2公里。尔等凡夫俗子，竟敢以兵刃冒犯天威！吾乃9天玄煞，玄铁天尊座下天机圣女。金凤法旨降临。你少装神弄鬼！这世上哪有什么玄铁天尊？不见棺材不落泪，给他加点水。高压水炮扇形喷射开启。七彩神光居然能召唤出七彩神光，是真的神明！快跪拜，莫要冲撞天威！圣女息怒，小人不知神明降临，求神明恕罪啊！天尊此番降临，旨在重塑世间法则，敢尔等诚心，死罪可免。但天尊神兽需吞噬凡间浊铁以净世，即刻打开城门，将恶人谷所有生铁兵刃悉数献上，少1分便降下天火，焚尽全城。献！我们立刻献！快开城门，把库房里囤积的那些生铁金刚全给天尊抬出来！快！老大，可那是陛下密令囤积的军备啊！要是交出去了，日后陛下怪罪下来。去你的！你没听见神仙说要降下天火吗？今天这铁要是交不够，咱们一城的人连骨灰都剩不下。陛下的刀再快，那也是以后的事儿。现在保命要紧，赶紧给老子滚去开门！这帮土匪是懂囤货的，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底盘重工粉碎阵列全速运转，万斤铁料竟如搅朽木般轻松。这算什么？等他吃饱了，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火力覆盖。回收基础金属1000斤，3500斤。不对啊，你竖起耳朵听听，这哪是神仙在施法吃铁？这嘎吱嘎吱的动静，怎么跟帝都兵工厂里的打铁炉子一模一样？老大，您可别乱说话，冲撞了天威。那可是降下七彩神光的神仙！闭嘴！你们见过哪个神仙下凡地上还会撵出2道轱辘印的？听听那动静，这分明就是跟帝都机造局造出来的一样的大号机关铁车！我们被耍了，是个骗人的铁壳子！老大，那万一真是帝都机造局的车，咱们是不是不能打？你长没长脑子？机造局的人敢装神弄鬼来骗陛下的军备，这绝对是哪路反贼弄了个假壳子来黑吃黑的。今天要是让这铁壳子把陛下的铁全吞了，咱们交不了差，全家都得被皇帝砍头。今天哪怕里面坐着天王老子，也得把那破铁壳子给我射穿，把铁锹回来。殿下，他们发现了！现在才发现，晚了。1万斤基础金属吞噬完毕，已达到升级所需能源。V2 形态武器载具拓展，4驱重装冲击车重构开始。火力重构，把眼睛闭上，有点刺。装神弄鬼结束了，现在好好尝尝现代火力的滋味吧。救命！这是我们天雷将士！1万斤生铁，竟让这铁兽生出灭世雷霆之威。若是有10万斤、100万斤的铁料，它又会变得何等强悍！10万斤，那我就能让天眼皇宫下起躲不掉的流星火雨。皇帝上朝都得顶着盾牌，坐标赤岩矿山。我们去端了狗皇帝的黑矿场，收了他那台破铜烂铁。警告！超市局探查阵列检测到200里外异常，目标区域出现超巨型高密度金属磁场。殿下，代表流民的气血标注正在接连熄灭，这绝不是正常的开采消耗，他们肯定是为了向帝都交差赶工期，已经在赤岩矿山把那个庞大的残品核心强行建造出来了。现在他们绝对是在完全不顾人的强行测试，10万人被逼着去推那沉重无比、身中还没打磨好的主轴齿轮，这些暗淡的光点全都是被当成动力来源，活活累死在推杆上。
或者体力不支倒下，被庞大的齿轮当场碾碎的百姓啊！这帮混蛋，完全是拿人命去给破铜烂铁当润滑油磨合。穆星腾，坐稳了，我现在就过去，把那台吃人的破机器连根砸碎。这就是你说的青铜巨兽，连个外壳都没有，就是一堆生了锈的破机器。殿下真正的巨兽外壳早就和帝都地基建死在一起了。这里处理的是图纸上用来强行测试动力的核心残次品，他们竟然真的把这玩意儿给造出来了。我本来只打算把那老皇帝的机器砸了就走，但现在看来，这帮为了邀功赶进度的监工走狗，哼，跟那狗皇帝一样该死。今天这矿山里的有一个算一个，全得死！殿下万万不可直接杀下去，这机关全靠人力硬推，一旦您驾着铁兽冲下去，大开杀戒，这么多被铁链锁着的流民被吓破胆，四处乱窜，肯定会互相拉扯。庞大的齿轮一旦失控倒转，那后果我不说，殿下应该也能想到。必须先想办法让他们停工。我刚好认识那个领头的，我可以假借圣旨先把他唬住，逼他下令敲锣停工。盐铁，抬起你的头来！本官乃司天监首席女官穆星彤，奉陛下密旨，此地机关有崩塌毁矿之危，立刻敲锣停工，让所有人退下。你想跟着这几万人一起被压成肉泥吗？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这破机关真塌了，老子也得跟着变成肉泥。干得漂亮，齿轮停了，接下来坐稳了，我要送这群混蛋下地狱。不对，这穆星彤不是被流放了吗？那他哪来的密旨？那铁疙瘩根本不是朝廷的机关兽，有诈！一息放箭，给我射穿那铁壳子！殿下，外面的扬沙和乱箭把正前方的视线全挡死了。遮蔽了又怎样？星童，你肯定知道测算距离跟大概方位吧？给我盯紧火控阵盘报方位。左前方距离80步，是敌方重弩阵地密集点。火力覆盖给我碎！火力覆盖给我碎！正前方高台最大的那个红点没动，肯定是盐铁的指挥位置。他的脑袋归我了。星童，帮我找出那些拴百姓铁链的主锁桩位置，避开沉重结构，别让上面的破铜烂椅砸下来伤到他们。左侧3处连接轴石桩，右侧4处生铁锁桩。收到，让我们解放这些平民百姓。破！活菩萨，老天爷显灵了！星筒盯着你面前那块副屏，看到最下面那道进度红条没有？让它敞开肚皮吃。一旦红条满到头了，立刻喊我。殿下回收的数量涨得极快，3万斤、7万斤、12万斤，那道红条已经彻底顶满了，它快撑爆了。不够，让它敞开肚皮吃。载具正在强制重启。快闭眼，强光刺目。 12万斤基础金属吞噬完毕，6驱重装卡车重构完成。微3 6驱重装卡车，这满地铁链倒是物尽其用，刚好强化了整车装甲。下一站咱们直接杀回帝都，拆了狗皇帝的那尊破机器。你说什么？你再给朕说一遍！陛下，赤焰矿山被毁了，是太子。小人亲眼所见，太子陆渊驾驭一头通体漆黑的怪物，把2000精锐全碾碎了，10万苦鱼全跑了呀！那逆子非但没死，竟还毁了朕的矿山星河。没了动力源，那朕帝都地宫里还没建造完的护国神兽，岂不就成了动弹不得的死物？他毁了星河，就是想让朕的底牌变成废铁，他好趁机杀回来夺权。 想颠覆朕的江山，做梦！传旨，帝都30万玄甲军即刻开赴西北，沿荒漠官道层层布防。就算30万人全死绝了，堆起尸山血海，也得给朕把那头钢铁异兽拖死在路上。另外，地宫里的青铜神兽日夜赶工，绝不能停。原定的星河没了，那就拿人命来填，立刻封锁帝都，抓捕城中所有壮丁囚徒。等那尊神兽一落成，哪怕把城里这几10万大活人全给朕死死锁在副轴杆上，朕也要让这护国机关动起来。到时候他变出来的那头钢铁异兽，在朕的旧王朝青铜巨兽面前，也不过是一脚就能踩成破铜烂铁的废纸。殿下，这10天咱们连拔了3座军阵，
足足3座武库的金刚兵甲与重型军械，竟全被这铁兽当成口粮，生吞的连块铁皮都没剩下，并且10天狂飙数千里，这就算是换作顶级的汗血宝马，也早就口吐白沫，累死在半路了。可这铁兽不仅不知疲倦，内部竟也别有洞潜，连这几日颠簸都不觉得劳累。那当然，等你吃饱了，我们接着干活。前面就是西北的咽喉要塞铁壁关，过了这道大门，后面可是30万大军的铁甲洪流，正好给咱们的装甲再加厚几寸。殿下，这10天我看您击杀敌人，发现车顶上那架重火器，枪口是不是没法完全抬向天上？要是前面铁壁关的守军站在高墙上往下放箭，咱们的枪口抬不到那么高，岂不是会腹背受敌？可以啊，穆大人，做了10天副驾，连我的火力死角都被你给推算出来了。世间万物皆寻章法，当初我在司天监推演星象，勘测城防，靠的便是算术，算准了高低差与射程距离，仗就好打。二者本就是殊途同归。既然这么懂行，那近战防守的活交给你。遇到城墙太高打不着的时候，不用抬头硬磕。看到你面前那个红色机关没？按下去，车底就会喷出高压蒸汽烟幕。等那滚烫的白烟把敌人的眼睛全迷住，咱们直接一脚油门碾过去。殿下，前方10里有极大范围的红点封堵，按路线推算，肯定是到铁壁关了。这关口城墙足有10丈高，两边全是绝壁。我看屏幕上的阵型密集度，城头上绝对架满了重型8牛床弩和投石器。守将王骁麾下至少有5000精锐重甲兵。才5000人？再说了，这破墙也就10丈来高，我直接用穿甲弹，连人带城砖全给打穿。殿下，别乱开火，这铁壁关的防御太硬，强打硬冲会消耗更多的底牌。咱们的弹药得留着对付后面朝廷压阵的10几万先锋大军。如果我没记错，前面那王骁是个出了名的贪官。给我个机会，我不费一兵一卒，3句话就能让他自己把城门打开。行啊，打个赌，你要是赢了，过了关卡，这方向盘让你过把瘾；你要是输了，以后打扫战场、搬运废铜累铁的苦力活，你全包了。一言为定。有敌袭！升千斤闸，拉起横江铁索，把火甲疯牛群给我赶出去，撞碎他！殿下，他们用的是兵法里的火牛阵，半空还拉了拦路铁索。拿几百匹烤牛跟小绳索就想阻挡我的战车，把前面的推土铲压到最低，在100吨重的钢铁冲锋面前，我这怕是就是找死。城头上的王统领听好了，本官乃原司天监首席穆星童。你这铁壁关当年修城墙的时候，砖缝里根本没用足量布的糯米汁，而是偷偷掺了6成烂泥。你贪了10万两修城款之事，工部案卷早已记录在案，你当本官不清楚吗？你少在那儿血口喷人！这城防外墙中干，只要咱们这铁兽一通雷霆猛风，掺泥的城墙立马塌成平地。现在乖乖开门放行，这笔烂账我就当没看见，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这铁疙瘩根本打不动，要是城墙真被轰塌了，老子连命都没了，还守个屁的关！王骁，老子的耐心有限，开门还是死？开门！快给我开城门！快把那尊火阎王放过去！穆大人刚才那番话倒是滴水不漏，真的查过工部案卷？我当初替朝廷勘测西北地形时，确实屋中翻阅过此地的营造案卷，记下了这个小细节，方才半真半假，借着殿下那一枪的绝杀威慑，硬炸他罢了。学得快，心细，胆子也够肥。做贼心虚，他自然不敢赌这城墙会不会塌。来，愿赌服输，这方向盘归你了。当心点踩，这玩意儿马力极大，别把它当普通的马车。我知道，殿下放心，我就把它当成最烈的战马，只要咬死前面的直路，绝不乱拉这圆盘。殿下，屏幕侦测到西北50里外的地下出现大片暗色反应，伴随极强热源，绝非普通矿脉。学得挺快啊，如今连这些阵列数据都会看了。这阵列与司天监的勘测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暗色反应极其古怪，若是寻常铁石，绝不会散发这等恐怖的高热。这地底下埋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没猜错，这是大漠深处极度稀缺的黑油。
那可是能让原本天眼的机关进化成我这种的液态黑金。一旦成功开采，咱们这台战机便能彻底挣脱能源加速，正式迈入重装火力的全新时代。下次再让你驾驶，这次咱们先去吃下这口黑油。殿下，前方20里拉近，阵列强行过滤了热辐射干扰，扫出了极其庞大密集的生命体征。殿下，对不起。我早该想到的，结合着地形和极其森严的驻军规模，这是天眼专门储存黑油的皇家禁地焚天谷。我起初不知这黑油对殿下有大用，竟没早点将此地告知于您，险些误了大事。没事，反正下次你记住，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材料，跟我提一嘴就行。不过按你这么说，这皇帝倒也不算太蠢，虽不懂黑油的真正伟力，但也知道这黑油烧起来凶猛绝伦，竟舍得下血本派这么多精锐来死守。殿下，我曾在司天监看过此地的图纸，外围是木质大营和高耸的气势蓄油塔，最深处那座以数尺厚的天铁和碧火砖砌成的核心堡垒，才是抽取黑油的核心深井。蒸汽烟幕交给你，我来打包外围的气势蓄油塔。黑油一旦泄露，整座大营不攻自破。可一旦外围蓄油塔引爆，整座焚天谷就是一口活熔炉，难道我们要在这儿同归于尽？这铁兽自然扛不久。你这脑子平时挺灵光，怎么一到这节骨眼上就转不过弯了？你方才说山谷最深处那核心油井堡垒是用什么砌的？殿下的意思是，趁着外围大乱，咱们迎着火海直捣黄龙，抢占最深处那座能隔绝极限高温的生铁堡垒。唯有如此，才能在绝地熔炉中活下来。这简直疯了！相处这么多天，你还不了解我吗？系好安全带，带你趟平焚天谷。那是什么怪物？快拦住他！放箭，放箭，给我扎穿他！但所有人切记，这里是黑油库，严禁使用火箭。还有的，给我滚去用8牛闯弩，全换破甲重剑！不要杀我！战车重固是绝密，且不能受任何外力干扰，留个活口在眼皮子底下，我可没这圣母心。燃油重构槽，过载吸收模式启动。能源20%、45%、85%、100，检测到海量高纯度燃油基底及深井武库金刚，升级工艺已满足，启动4阶形态重构。武库解锁12连装重型追踪飞弹舱，双连制近防火炮。这便是抽干黑油后的全新形态。殿下且慢！那人怀里死死抱着的，似乎是天眼兵部最高规格的赤金火系铁桶。这种级别的绝密物品，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一个外派的传令官身上。哦，去看看。殿下，这是兵部2日后才会抵达这里的绝密军令。朝廷的10万玄甲军先锋，2日后便会抵达这焚天谷补充黑油。补给完毕后，直扑北荒，强征30万流民。黑油本身就是最顶级的燃料，他们抽干这里的黑油去驱动帝都的巨型机关，为何还要去北荒抓流民？因为天眼的冶炼术根本造不出能承受黑油狂暴力量的传动齿轮和气阀。密函上说，为了不让帝都机关的底舱承受不住，他们要把30万流民填进高温毒气弥漫的底舱，用血肉之躯去强推巨大的齿轮，用人力去死死压住随时会爆的阀门，把活人当成消耗性的传动零件。这30万耗材，就是密信上说的活体动力核心。拿30万大活人当生物齿轮，系好安全带，破！殿下，果然不对劲。刚刚我们撞死的这个传令官，传递的是800里加急的急地。皇帝改了旨意，前线关隘连连被迫，他临时撤回了30万大军赴西北的军令，命全军即刻退回帝都，死守内城。哟呵，有点意思。30万步兵撒在荒漠官道上，只会被我逐个击穿，连人带甲全当耗材吞了。缩回内城，拿全城百姓当肉盾，靠着城墙耗弹药，才是他的如意算盘。可殿下，30万大军若蜷缩在内城，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铜墙铁壁啊！他就是缩进乌龟壳里，我也能连人带壳给他碾成粉。30万人扎堆正好，省得我到处找他们浪费子弹。殿下，这很不对劲。从全域扫描来看，我们沿途经过的10几个村落，连一处微弱的水源和余粮反应都没有。雷达上显示的，全是被大火烧毁的死地。不用盯着屏幕了，往窗外看。是那封密函，
这是玄甲大军的毒计。那10万先锋大军还没到，就已经提前散出了趁候营烧村填井，这不是在剿匪，而是在赶羊。毁了沿途所有的生路，逼着这些流民失去反抗能力，最后让他们像待宰的牲畜一样，为了找水找粮，乖乖聚集到官道上，钻进玄甲军的口袋。黑油做狂暴敌火，流民做生物齿轮。殿下，前方3里是清水镇，刚好卡在我们前往拦截点的必经之路上。镇外聚集了数百个代表流民的微弱光点，全被阻在夯土城墙之外。那里估计是方圆100里唯一剩下的活水了。一滴水也不许放！这水库乃我赵家私产，这帮要去帝都地宫送死的耗材，渴死几个正好省粮食。谁敢抢水，直接乱箭射杀！死到临头，一帮地头蛇道先耍起威风了。一发穿甲弹移平土墙，我们直接碾过去。殿下，且慢，抓这等蠢货用这种武器太浪费。而且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沿途看到不少被官兵赶着走的壮丁，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镇子里的水源紧闭，导致皇家的运船走不了，从而让那些百姓被迫徒步行走。我们就算击杀他，也只能救一些，倒不如让他开闸放水。城头上的赵族长，你以为紧闭水闸便能独善其身，立刻开闸放水，否则不劳朝廷动手。这尊钢铁巨兽只需1发火炮，水库坍塌，你们全族就跟着一起渴死。你是何人？我的耐心只有3息：开闸或者死。开闸！快给我开水闸！系统，给我把黑船甲板上的生铁锁链全轰断，放人。指令确认，双连制近防火炮预热。滴滴滴，最高级别战斗警报！水涨起来了，船能动了，快摇橹！咱们的骑兵大军就要到了，趁着铁壳子被咱们的骑兵大阵扳住，全速往帝都方向撤！快，恩公，救命啊！殿下，皇家黑船借着水势跑了，要不要拦下几艘？走水路慢，我们走陆路狂飙，迟早能在帝都城门口连船带人一起截住。警告，前方5里探测到大规模混合热源高速逼近，目标判定高机动武装单位，数量5000。殿下，有庞大骑兵逼近，是火鸦大旗。这是玄甲大军散出来赶羊的火鸦斥候营。但是，殿下，这雷达阵列的显示怎么如此古怪？后方那5000火鸦旌旗是刺眼的红斑，可雷达最前方为什么会密密麻麻挤着数万个毫无生气的灰白光斑？这是战车升入4阶后新解锁的全域火控系统，它没有敌我识别的能力，只是靠纯粹的物理扫描来判定威胁度。系统侦测到了大量高密度金属反应与密集的马匹热源，判定为高机动武装单位，直接标红。前面那几万人身上连块防身的铁片都没有，系统判定他们是零威胁无武装生物，自然是灰白底色。那是被赶在前面当肉盾的流民。为了抓捕这些活体动力核心，天野的军队已经彻底烂透了。逆贼！听闻你这铁兽能喷吐天雷，连铁壁关的重甲防线都能踏平，有种便开火呀！殿下，他们知道咱们火力威猛，故意用活人当肉盾，火炮的射箭全被这些零威胁生物挡住了。若强行洗地，这3万人绝无生还。他就是在赌您不屑于屠杀百姓，拿百姓当肉盾，找死！既然他不怕死，今天我就亲自教教他什么叫重装定点狙杀。高压蒸汽阵列，前置定向释放，重机枪切入单发穿压模式，放箭，射碎这铁兽！躲在人堆里，我就爆不了你的头。统领死了！现在到你们了。阵盘扫描的地层图不对劲，雷达扫到高威胁红斑了，没有发现武装红斑，但地脉气机回波极度异常。天眼将撤走了明面上的岗哨，不是空城计。您看这底部的地脉回波，峡谷两侧的承重岩柱下方，全被掏出了巨大的人工空洞。殿下，车外的气息探测阵盘报警了。这片峡谷的空气中悬浮着极高浓度的硫磺与硝石粉池，结合沉重柱下的开槽空洞，这地下埋着海量的黑火药。他们要炸塌峡谷，强制掩埋我们。这帮走狗倒是长脑子了，知道用地雷阵来炸我的底盘了，想强制掩埋我。星通，报点位，老子先给这峡谷松松土。左侧崖顶断层，距400米；右侧崖底承重石柱，距450米。那是整座峡谷最脆弱的谷眼。
祸！怎么？他们把周围村庄的百姓全抓来了，天眼军把他们全部用铁链绑在了崖壁的承重柱上。这里的山体结构极度脆弱，一旦强行发射飞弹，引发全面坍塌，这几千无辜百姓就会跟着巨石一起粉身碎骨。陆渊，你不是能引天雷，连火压营都能屠尽吗？引雷啊！这崖壁上绑着的，可是几千个视你为救星的流民。你若开火，便是亲手屠城；你若不开火，这地下3000斤黑火药便要将你这铁王八烧成一副登铁棺材。这就是天眼的兵法，你这等狂徒，懂吗？殿下，他们在逼您做选择，他们料定您神机火力虽猛，却绝不屑于背上屠杀百姓的骂名。拿百姓的命来当肉盾，也配叫兵法？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在绝对的精度面前，你这叫作茧自缚。系统切断广域强烈冲击，双连制近防火炮升级解锁，切入单发穿甲狙击模式。真以为封了我的大范围轰炸，这台车就成了废铁？给我死！怎么可能？这铁兽怎能打得如此精准？还没完呢！既然你们喜欢玩石头，我就还给你们。断！救命啊！跟他同归于尽！作文。他还不知道我这台车能识别危险等级，先前那一个个所谓的百姓都是高危险目标，还傻傻的想引导我上钩。可惜，他们对重型装甲和精准火力的理解太贫乏了。这等破局之法，比直接轰平峡谷还要诛心。殿下，扫到什么了？难道这地下还有更大的火药库？都不是，是强磁反应，极高密度的稀土磁石矿脉，旁边还裹着超大储量的导电金属脉，源自云铁。天眼的堪舆司南便是用此物打磨，虽说罕见，却也不至于让殿下如此失态。你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想要把穿甲弹头加速到数倍音速，彻底撕碎一切实体装甲，根本不靠火药炸，全靠强磁场推。难怪天眼皇帝要把那尊巨型机关建在帝都的地下，他哪里是在修什么地宫，分明是依托这条强磁地脉，借助天然磁场来抵消他那破机关庞大的运转负荷。若真是如此，帝都的巨型机关除了磁场抵消负荷，原本还需要焚天谷的海量黑油作为狂暴敌火推动。可天眼最大的黑油库焚天谷已经被咱们抽得一干二净，没有了这股狂暴的动力，他那尊庞然大物按理说应该是一堆动弹不得的废铁才对。你太小看那个老东西的下限了，没有了燃油底火，要想强行拉动那么庞大的金属齿轮组，他只剩下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用纯粹的血肉之力去填补燃油的空缺。原本只需要30万人当传豆带，现在没有了油，他至少得把整个帝都翻个底朝天，抓100万大活人。系统，以雷达探明的这股强磁脉冲为基底，给我建立电磁加速轨道的物理模型。等我造出这门跨时代的电磁轨道炮，你那堆用人命堆出来的破铜烂铁，能扛得住我几发炮弹？这破风刮得邪门。今夜西北风大，这戈壁的穿堂风如鬼哭狼嚎，刚好能把咱们这战车最后一点动静给吞干净了。行，听司天监首席的。赶紧裹上，这鬼天气能冻碎骨头。别等明天到了帝都底下，你连开炮的按键都按不动。殿下，明天戳晓咱们就到帝都了。您当真打算就靠咱们2个人1辆车去硬抗30万玄甲大军和那尊青铜巨兽？怎么，穆军师这是怕了，想写遗书了？我不怕死，我是怕弹药耗不起。天眼皇城那么大，如果咱们从正门硬冲，那30万大军就是肉盾。等你把近防炮打空了，咱们拿什么去劈开黄极殿的地宫？拿什么去抽你要的强磁矿脉？哟，听这意思，穆军师有别的路子。看这儿，帝都西北角陨龙门，那里是一片废弃猎场，居高临下，连护城河都没有。咱们不走正门，明天破晓，咱们开着战车从陨龙门高地直接俯冲，一炮轰碎城门，扎进瓮城，就在城门口启动吞噬，直接把地下的矿脉全吸干。避实击虚，釜底抽薪啊！穆星童，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对付那群吃人的混蛋，讲什么光明正大？警告！探测到密集高热讯号，数量300，潜行逼近中。殿下，屏幕上的红点极其分散，且没有任何生铁重甲的迟滞感，移动轨迹极其诡异。
全在沙丘背风坡贴地滑行，是朝廷不穿重甲的最精锐暗杀营。朝廷这帮夜宵中玄甲死士，像一群绿头苍蝇一样盯了一路了，放着大路不走，非要来摸黑。穆大人，敢不敢见见血？我不能总躲在你的车里光动嘴皮子，副武器交给我，我也该习惯怎么送这帮恶鬼下地狱了。哈哈哈哈，痛快！导弹操归你了。那铁壳子熄火了，放箭，瞄准他的轮毂，我就信这地方还扎不进去。放烟！烟幕往东偏，西南角有3秒盲区，冲！抓紧！交给你了。妈的，这破摇杆反冲力太大了，再这么甩2次，我胳膊非得脱臼不可。压压惊。哼，做好了，穆军师。下一站，端了狗皇帝的老巢。30万，他果然把30万玄甲军全都收缩到了内城防线。和咱们料想的一样，焚天谷的黑油被抽干，这老东西真的彻底疯了。那几10万的人当活体发动机。殿下，你看东边的绞盘，他们没放弃，他们还在等反抗的机会。那就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今天非把这台吃人的破铜烂铁，连同这烂透了的黄泉一起砸个稀巴烂。火星头靠稳了，我们空城。殿下，前方重力下坡斜角已超过45度，车速已破100米，重力加速度在叠加，排装场快要吃不消地面的反震了。吃不消也得给我吃！动力阀门全域拉满，今天老子就要从这陨龙门高地一路把他们的防线碾成碎渣。警告：两侧高地侦测到微弱隐蔽金属反应，量级较低，暂未判定为主危。殿下，快刹车！不能冲，绝对不能冲！陨龙门的城墙根下和瓮城通道前被东西彻底堵死了，全都是零威胁的平民。正盘7级反馈显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高密度铁器。怎么回事？殿下，您自己看吧。你跟我说过，扫描不会出错。最前排的外围防线连一柄生铁长枪都没有。老混蛋！系统警告：火力覆盖区重叠海量零威胁生物，飞弹弹道轴线已被完全物理遮挡。他知道我的战车装甲后火力猛，寻常刀剑根本拦不住，所以他专门在这必经的瓮城通道上，拿几万老弱贫残顶在第一线铺路。只要我开火，那就是屠杀百姓。他想用这几万条人命锁死我的重火力。他在逼您做选择，如果您用近防炮或者飞弹强冲，这几万百姓就会和城门一起埋葬在这儿。到时候您就会背上嗜血屠城的千古骂名，彻底失去这天下仅存的民心。想用道德强行控制我，他配吗？拿几万老百姓当沙袋，这老东西是真烂到骨子里了。不过拿大炮洗地，白费咱们的弹药。星童，拿着。殿下，这是干什么？你最清楚天眼皇城的底细，也最懂这些底层百姓和守军的痛处。你来喊话，给他们上上课。明白了。陨龙门下的百姓禁军，都把耳朵竖起来听清楚了。你们以为陛下是把你们当成盾牌保家卫国？睁开你们的眼睛，回头看看你们身后那面渗血的城墙。低下头，听听地底下传来的机械鸣。天眼皇帝根本就没有什么护国神兽，地宫里那台所谓的青铜巨兽，根本就是一台以人命为发条的血肉熔炉。因为失去了动力燃料，他昨夜强行抓捕帝都周边无数壮丁，用铁链将他们活活锁死在地宫的绞盘之上。你们在这里替他挡刀卖命，而你们的父兄丈夫此刻正被卷进地宫的齿轮里，生生碾碎骨头。你胡说！皇上说了，那是神机营的镇国铁甲。胡说！你们脚下这片土地渗出来的高压冲突位，全是你们亲人的血。你们还要给这个把你们当新柴和后柴的疯子陪葬吗？我爹昨晚去内城送炭，就再也没回来。难怪今天连城门都不让进，全是血，这底下全是我爹的血啊！妖言惑众，谁敢抗旨，格杀勿论！敢扰乱军心，老子现在就活剐了你祭旗！给我杀！谁敢退后一步，连同家……你的刀太慢了。城下的禁军听着，你们当真以为那狗皇帝调你们30万大军堵在这里，是为了平定什么叛乱？我是陆渊，是天眼名正言顺的皇室正统。当年他为了掩盖这地宫吃人的真相，诬陷我谋反，将我流放荒漠。我身上流着和他一样的血，但我今天来只为清理门户，宰了那个把天下当材料的疯子。你们是天眼的兵，不是他舔齿轮的家奴。不想给这腐朽皇权陪葬的，立刻让谁敢动百姓一下，那就是下场。殿下，路通了，但太反常了。就算我们瓦解了这1万匪兵，可暴君手底下的30万主力大军，依然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管他把主力藏在哪儿，平推过去就是。坐稳了。
穆星统，朕果然没看错你。是狗皇帝的声音。你身为司天监首席，精通地脉，朕就知道你一定会寻地脉最薄弱的陨龙门突袭。你以为这满城的肉盾和空虚的防线是你算出来的破绽？愚蠢！那是朕故意撤走大军，专门为你这头铁兽设下的死局。朕就是要请君入瓮。系统最高级别警告：地层结构极度异常，下方存在巨型空轩。雷达探不到底了，屏幕显示下方是深不见底的空洞。他根本没打算守云龙门，他早把这瓮城的地下全挖空了。抓紧！系统提示：检测到高纯度强磁地脉辐射，电磁主炮重布条件已达峰值。老东西，兵法玩得不错，可惜我们俩的科技差得太多了。吸干他！不对，不是平地，整个瓮城底下全被掏空了。这是一整片向内收的漏斗形钨钢斜面。老东西算死了落点，他是要借着斜坡把咱们直接滑进核心齿轮，活活搅碎。避震差点干碎，外部雷达全瞎了。地底强磁场浓度爆表，加上周围1000万吨的生铁齿轮，犹如一道铁壁垒，把探查彻底阻断了。没有雷达导航，在这1000万吨的机械迷宫里乱撞，跟找死没区别。殿下，别急。如果这台青铜兽真的是暴君用来保命的底牌，那它最核心的动力枢纽理应设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皇宫里哪里最安全？最安全的地方，那老东西极度自私怕死，他根本不信任任何人。我在这皇宫里当了10几年的太子，太清楚他的做派了。这台吃人的机器，其核心柱轴，他绝对要死死踩在自己脚下。皇极殿，龙椅正下方。殿下，不需要雷达，我们也能找到。几十万人同时往死里拉动地宫绞盘，这股恐怖的拉力，早就把这地底下的地势拉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水往低处流，咱们就盯着这块表，哪边坡度最陡，车子倾斜的最厉害，哪边就是漏斗的最底端，也就是龙椅的正下方。拿越野倾角仪当风水罗盘，哼，绝了！听你的。左侧盲区，主传动锁链横扫过来了，抓稳！底盘被齿轮凹槽顶死了，车身首尾失衡，8个驱动轮全在悬空打滑。兄弟们，那是清水镇外给咱们开水闸门的活福相，咱们北荒的铁骨头，这辈子只欠老天爷的雨，绝不欠活人的命。把铁链绞死在魂上，用咱们的命卸了他的力。他们拿命填齿轮，切断手动安全锁，把车顶飞弹巢的仰角给我强行压平。引爆距离太近，高强烈冲击波反弹会撕碎我们的。老子今天就是要连着地沟一起炸穿，开火权限给我！赵铁牛，砸了枷锁！带活着的兄弟从那个缺口滚出去！这破地宫，老子马上要全炸了！殿下，前面就是强磁地脉的核心大门。看到了，我要把他的龙柱、地基连同龙椅全部后程技法！开主探照灯。殿下，雷达信号恢复了，这就是皇帝藏身的龙椅地堡。地底磁场数据显示，这座地堡坐落在强磁矿脉正中央，而且地堡下方还开凿了3条逃生暗道。热源标记显示，他正顺着暗道准备开溜。哼，挖了老鼠洞想跑，排障铲切入破岩模式，给我连着他的龟壳一起搅了！进了这龙脉大殿，你休想活着出去！你真以为朕的护国神兽是摆着看的？就算他如今只是未完工的残废品，但碾死你这来路不明的铁壳子也绰绰有余！给朕滚出来受死！狗皇帝，你的30万人肉盾牌在城外根本进不来，别躲在生铁壳子里当乌龟了，自己滚出来！我让你死得痛快点！星童，星童救我！为师是被逼的呀！穆星童，睁大眼睛看看这是谁！朕知道他当年为了加官进爵，背叛司天监，投靠了朕。但在你们读书人的死规矩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星童，
你自幼便受老夫教诲，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为师死在这铁车之下？系统解锁手动瞄准权限。老师，您曾教我，天机师一生都在仰望星空，敬畏天命。但今天我学到了一个新道理，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只有能将一切虚妄碾碎的钢铁与烈焰。天眼的天机，死在自己亲手造就的机关罪孽之下，便是你最好的宿命。疯子，你们这两个疯子！干得漂亮！妇人之仁只会害死更多的人。接下来，该拆防他的王座了。系统，底层能量转换矩阵最大化，给我铲开去！殿下，底盘8根重型合金碳饼全部扎入矿脉岩层，检测到超高纯度磁矿，强磁能量疯狂灌入战车储能舱，进度20%、90%。不够，让他把这整条龙脉彻底抽干。地层崩塌速度急剧加快，全域磁场彻底紊乱。警告：强磁能量暴走，缺乏10万吨基础金属素材，皇室基因双锚点，威武形态重构强制熔断。基因锚点，我身上流的正统皇室血脉比他纯正100倍。至于10万吨材料，天启，启动逆向磁力牵引程序，把头顶那头破铜烂铁全部吸附过来，充当战车复合装甲素材。基因核认通过，10万吨强制牵引程序启动中，重构倒计时3、2、1。殿下，战车底盘结构正在大幅异变，8条越野轮胎全部收回底盘收纳舱，外侧延展超重型复合履带装甲模块。这才是真正的陆战霸主，100吨级自重。威武形态天启电磁主战车重构完毕，主武器双轨重型电磁炮上线就绪。弹出底盘重型机械臂，给我拆了它！给我起！不，朕的龙椅那是朕的天眼江山，还给朕！还给朕！殿下，底座下方藏有密封千层质地脆弱，机械臂力道过大会碾碎内部兽皮骨图。我去拿。把朕的江山还给朕！这地宫马上要塌了，星童，给我定位地宫承重薄弱垫。暴君后方20尺，整座大殿主承重龙脉，主炮击穿此处，整座地宫会直接整体崩塌。那就轻道。既然还敢乱动，我便再彻底碾碎你！天启，双轨电磁骨炮台最大仰角，击穿巨兽核心，全功率向前，正面冲出去！殿下，青铜巨兽解体的冲击波太恐怖了，雷达显示内城墙不仅被瞬间砸塌，最排阵地上的数千名玄甲重兵、连人带甲已经被这股震荡波生生震成了齑粉，生命体征直接被抹除了。在绝对的重装动能面前，碳锥生物的物理强度不值一提。天启，播报外部残存威胁指数。第一，前方侦测到大约10几万冷兵器目标，敌方阵型已被冲击波彻底摧毁，士气发生物理性崩开，当前威胁指数0%。护驾，解军阵，绞死这尊铁王八！天启，开启全域主动防御电磁场。他连动都没动，这根本不是凡人的力量。探查外城路况，规划最优出城路线。路线已规划，目标外城门，自动巡航已开启。当家的，你还活着？趁着守卫都死了，咱们赶紧逃吧。逃什么？没看出来吗？天眼没了，是那台黑色的铁车把吃人的青铜怪碾碎了，把狗皇帝的宫殿给掀了。谢谢恩公，谢谢活菩萨。几万人在磕头，一句话都不留，就这么走了。指望磕头能换来活路的，不得上我的车。往后是死是活，全看他们自己。也是，连跪了400年的天都被一炮轰塌了，要是自己还站不起来，那也活该死在荒野里。适者生存，向来是世界唯一的铁规。天启，物理隔绝外部声包。第一，外部隔音装甲已闭合。穆军师，包这么紧，要是手废了，谁带你在这片蛮荒里驰骋？殿下，天眼已经亡了，当初被流放的4天首席也跟着那张龙椅一起葬送废墟了，并且我不想只做殿下出谋划策的军师了。不管您接下来去哪儿，我都想陪您一起走。殿下，您看这个，原来天眼根本不是这天下的中心。您看这片被称为无尽大荒的地方，这根本不是画山水的笔数，这太像我用来标注主传重轴和高压熔炉的重工设计暗纹了。大荒上这几个独立分散的标记，根本不是什么名山大川，而是某种庞大到超乎我们想象，像诸侯国一样割据一方的重型装甲堡垒。所以那暴君倾尽国力造这台青铜兽，就是怕大荒里的移动堡垒碾过来，想造个大号的贡品保命。这签筒里的密录上写了，天眼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废料场，原来高高在上的暴君也只是个替高洁文明看羊圈的奴才。
现在天眼的地脉阵眼已被主炮崩塌，大荒里那些各自为王的重工势力必定会派装甲阵列来掠夺剩余的矿脉资源。我们要避其锋芒吗？避？哼，我正愁找不到他们。天启，开启全息沙盘，扫描大荒高危区，推演全域科技树。第一，全域干测地貌阵图已生成。检测到大荒深处存在多个独立的超巨型重工城包与极品矿脉核心。天启主战车重工科技术演化路径已更新，当前阶段可进阶为 V6 重装兵团，需吞噬10万吨级齿轮列阵与带量合金，可解锁自走式护卫机甲阵列。进阶展望 V7 级以上，将逐步解锁天机电磁武库、陆战重固模块、全域战争堡垒等毁灭级武装。终极序列推演，建立绝对火力霸权，实行超维物理降维打击。在这落后的破地方当个土皇帝有什么意思？我真正的疆域在那片大荒里，不管那前面盘踞着什么远古的铜墙铁壁，只要一路平推过去，把他们全拆了当战车的进阶耗材，我早晚能把这满级的重工炮火覆盖整个大荒，敢挡路全部碾碎。坐稳了，从今天起，射程之内皆是真理，履带之下皆为平地。